Did you know that homosexuality has existed in China for centuries? In ancient times, it was sometimes accepted, especially among the elite. Historical records mention that same-sex relationships, such as the Emperor Ai of Han, 27 to 1 BCE, who was said to have a male lover. However, with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 values, emphasis family and reproduction, attitudes become less tolerant over time. So this video, I interviewed 3 gay guys in China. What's it like being gay in China? I also asked them questions about social status, the gay culture, and how to find a gay community in China. And the last, the most important, why are you gay? 因为我可以接受他们不接受，我无法改变别人说怎么去看待我怎么样。高考完之后，那个暑假的时候，发现自己可能对男生比较有兴趣，当时是挺害怕的，就是因为传统观念束缚嘛，而且就出生在不同的环境，就可能他们对于自己喜欢哪种人来说，就是会受到一些框架的限制。 In the end, I'll tell you a story of how I get hit by Western gay guys versus Chinese gay guys. Okay, let's get the video started. 我叫秋秋，然后来自重庆，今年27。重庆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就很包容多元化，就是你在大街上亲嘴没有人会看你。可以问一下你的性取向吗？性取向男。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你自己的性取向是男生的？很小了，就14、15岁。发现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就没什么感觉嘛，那个时候也才出电脑，也会上网搜，就搜出来第一个问题，百度词条就喜欢男生正常吗？那当时应该会不会有一种就是周围的男生都喜欢女生，但是你自己喜欢男生，有没有一种比较奇怪的感觉？也不会，因为我在的城市很包容。高中的同学，就身边的男孩子，就可能已经知道我喜欢男孩子，就他们也不会说会怎么样你，很 OK， 他只是会好奇，就好奇你，为什么会喜欢男孩子？我说就很正常。在我的认知里可能有一些刻板印象，就是可能不会被大众接受，或者是一个非常小众的群体。你当时是如何得到这样的自信，就是自己坚持自己的喜好？因为我可以接受他们不接受，我无法改变别人说怎么去看待我怎么样。再一个，我不歧视异性恋。我叫小易，然后今年22岁，然后就是成都本地的。成都为什么从10年前一座不是那么 gay 的城市发展到现在比较的 gay？ 可能就是大家对成都的就是刻板印象就是很松弛，就是成都的包容性会特别的强，特别的高，可能这就是很大的一个原因。当时是什么时候发现你自己的性取向是男生？高考完之后，那个暑假的时候，发现自己可能对男生比较有兴趣。当时是什么样一种心理？当时是挺害怕的，大家对就是同性恋这个群体都会比较排斥，但后面发现大家好像都挺包容。当时是什么样的事情给到你坚持下去的信心呢？就是身边的朋友都挺支持我的，也对我挺好，然后我也没有遇到过那种对我们这个群体特别排斥或者是会嘲讽的那种人，所以我还觉得还蛮好的。叫 Frank， 然后今年21岁，然后又是成都人。作为 LGBT 在中国生活是什么样的感觉？其实因为我生活在成都，感觉还好耶，而且周围朋友大家都就是比较生活的比较融洽。作为男生，你们会考虑手牵手啊，在公众场合一些举动？我应该就是如果想牵就牵吧，因为没有顾虑太多。就如果要说你的人，就在哪里都会说你的。中国的 LGBTQ 文化是什么样的？可以向大家分享一下吗？感觉大家性格都很好，不管是各方面的素质还是什么，我觉得都挺好的，也并没有像大家网上说的就是很尖酸刻薄那种。因为我被国外的 gay 跟中国的 gay 我都被搭讪过，你觉得中国的 gay 一般都是什么样的一个群体？我觉得这东西是两极分化的，就是包括我觉得直男也有跟踪女生这种情况，但是这种情况是极少数的，大多数还是比较是保持一个理性的观点去欣赏去喜欢着对方。我说说我个人经历，我觉得外国的 gay 很恐怖，他们会很穷追不舍，但是我觉得中国男生的 gay 其实很随和。对，因为大家都对像比如说我们中国对外国的看法就是很开放，所以他们对这种就是很大胆，所以他们会大胆追爱去求爱这种。你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就是被追求吗？其实挺多的。其实我从初中还没有觉得自己是同性恋的时候，就已经被男生在追求，因为他们都会觉得我长得比较像女生，长得很清秀的那一种。作为 LGBTQ 群体，你觉得在国内生活有什么困难吗？我目前是没有任何生活上的困难，反而是挺开心的，因为我没有去主动去说我是这个群体的人，就是只有就是跟我关系非常好的人，我才会去
去讲。那你会考虑以后跟中国男生约会，还是跟外国男生也会考虑？我没有考虑到这个方面，因为我目前还是单身，可以尝试吧。Have you ever traveled outside of China? 有，我前段时间去日本去玩过。What made you want to travel to Japan? 其实日本帅哥蛮多的。A lot of handsome guys in Japan. Oh yeah. 那你觉得日本的男同文化跟中国有什么区别？那边好像比这边要更保守一点，就是他不去主动去说，你很难发现他是这个群体。So have you dated foreigners before? 还没有，但是之前有2个外国人在追求，但是我觉得还是文化的差异，他们想要快速的一个进展，我们想要是那种慢慢的去认识了解之后，以朋友的一个方式先交往，然后再以就是恋人的方式。国内的 gay 的文化，我觉得就是还是会有一点就下半身更多，这事实就是可能就18、19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还会比理想化，说可能想要找一个很稳定的伴侣，然后能够去共同的去生活怎么样。后来发现就在国内的情境下，就很难说有一些东西能够去约束双方。你觉得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思想的落后？动物的本性，外国的 gay 文化跟中国的，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有没有被搭讪过什么？有过，就像我最开始的时候，就我见到任何 gay 都会是友好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就已经是在这个世界上很少的一个群体里面，我觉得就有的时候见对方，你如果是一个 gay， 我就感觉就我们能够在一起，就能够有共同的话题，不管是你怎么样，就我们自己的包容性会更强嘛。国内普遍 gay 择偶的时候会有哪些条件吗？怎么样算是一个合格的 gay？ 8块腹肌啊，然后18加，18加是什么？长度单位。如果想辨识一个中国男生是 gay， 有什么样的方法？你觉得是就是？Lesbian 跟 gay 的文化是非常不一样的。对，因为我身边也会有一些他们的就感觉会更纯爱一点，然后在男性之间就可能就是 OK， 我看你很 OK， 那就今晚就可能就 say one day 了。那在国内如果想认识男朋友有什么样的方式？会有很多的社交软件，国内版的提到抖音，然后各种平台里面都会有话题，还有 OK 小红书。国内的传统的社会其实是对这个舆论很大的，就是如何过父母那一关，你想过吗？这个还没想过，但是我家里其实有那个就是有那个lesbian 的，就是姐姐，所以然后他也会就是过年把他女朋友带回家，所以感觉还好。我父母也是就是比较看得开这个问题。那你是如何发现？他也是 gay， 我也是 gay， 你是如何发现？我觉得这个就挺难的，就是因为传统观念束缚嘛，而且就出生在不同的环境，就可能他们对于自己喜欢哪种人来说，就是会受到一些框架的限制。但是反正我现在已经遇到很多直男了，就是爱上很多直男了，但是我感觉这个不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是我感觉过程是最重要的。在国内如果想谈男朋友，有什么样的软件，有什么的方法？好像就是有些什么交友软件吧，什么叫 Blue 的，还有什么翻咖之类的，但是我没有用这些软件，用的比较少，因为就是感觉还是要就是如果要跟一个人有一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亲密关系，可能感觉就是从朋友开始做起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Alright, thank you guys for watching. It was kind of hard to find guests willing to participate in gay and LGBTQ video. I also make the lesbian video, so if you haven't checked it out. I really appreciate those who stand out and willing to share. Firstly, I'm straight, and I got hit on by gay guys every now and then. So I felt lik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Western gay guys and Chinese gay guy is Western gay guys, when they approach people, they kind of very aggressive. In general, Chinese people are very peaceful. Western women say, oh yeah, Chinese, they like to live in China because the men are less creepy here. What do you guys think? Feel free to leave in the comments. I'll see you guys in the next video.